那这几次我们都在预测，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如何可以增加我们预测的准确度。所以这一次我们会用技术分析来给大家做预测。技术分析是通过观察价格的变动和买卖成交量，预测资金的流动、股价或者其他的价格未来的走势。那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4个技术分析的工具，包括移动平均线、市场宽度、Net High、Net Low 以及波动指数，并且我会用这4个工具去判断现在美股和港股的市场情况。大家学习之后，也可以在其他的市场上面灵活应用。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听过但可能会错失一些细节的移动平均线。那它是衡量在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成交价格。那这里我主要介绍的2条非常重要的移动平均线分别是50天线和200天线。50天线也就是衡量在过去50个交易日，也就大概是1个季度的交易日，而200天线呢，也就是衡量在过去的200个交易日，也就大概是1年的交易日。而当这个股价升破了50天线，也就代表进入了一个中期强势的趋势，而如果升破了200天线的话，也就代表进入了一个长期强势的趋势。那相反来说，就是中期和长期弱势的情况。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演示一下。那这个是 TradingView， 我们现在来打开一个50天线和200天线的移动平均线。我们可以看到 S&P 500的价格是远高于50天线和200天线，也就是说它现在在中期和长期的趋势也是非常强势的。那这里要给大家介绍第2个比较进阶的使用方法，就是每当50天线升破了200天线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黄金交叉，这个是一个利好的信号，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买入信号。而相反，如果50天线跌破了200天线的话，那这个是一个利淡的信号，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卖出的信号。这里我拿2020年的 S&P 500作为一个例子，在2020年2月份的时候， S&P 500是跌破了50天线和200天线，那个时候 S&P 500是比较弱势的，在那之后跌了超过26%。那在4月底的时候， S&P 500回涨到50天线以上，变成了一个中期强势的趋势。而在之后的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更是回涨到200天线以上，变回一个长期强势的趋势。更令人兴奋的是，在之后的7月出现了黄金交叉，我们可以确认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买入信号。那你这里可能会有个疑问，如果我7月份才买，那我不是错过了从3月份涨到7月份的涨幅了吗？没错，虽然我们错过了这段时间的涨幅，但是尽管你在这个黄金交叉的时候买入，死亡交叉的时候卖出，你也能赚超过40%的盈利。而且在3月份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充分知道它是不是见底，但是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是有充足的信号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是见底了。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工具也是有失效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结合一些在我之后讲到的一些工具来使用。那我们把这个工具套用到港股，在过去3年，恒生指数唯一一次出现黄金交叉的信号是在2023年年初，但是这是一个假信号，在这个信号出来之后，指数却一直下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只靠一个技术分析的工具去判断一个大势的走势，所以大家要记得把剩下的技术分析工具学完哦。说完第1个工具之后，配合使用第2个工具，就是市场宽度，它就是一个大势的监测工具。我们可以利用市宽去监测一篮子股票当中有多少个百分比的股票是通过了某个特定条件，这样我们可以避免一些以偏概全的情况。这里我用 S&P 500作为一个例子，一般使用市宽，我们会把这个条件设置为超过50天和200天线。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大势指数上涨，而这个市宽的50天和200天的比例也是跟着上涨和比较高的情况，那这样就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信号。如果我们看到虽然指数还在上涨，但是市宽的50天和200天线的股票的比例越来越少，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顶背驰，也就代表有些股票已经没有参与这个市场的涨幅，那些大户在一步一步的撤走他们的资金，这样指数就可能会面临调整的风险。我们马上拿港股作为一个例子，恒生指数在2015
年9月份到2016年2月份的时候，正在经历一个下跌的情况，但是50天的市宽比例却是往上涨的，形成了一个底背驰，也就是说有一些股票已经是头部开始往上涨了。在那之后，港股是经历了整整1年的涨势。而第二个例子就是在2019年的2月份到5月份的时候，恒生指数是往上涨的，但是无论是50天还是200天的市宽，它都已经开始往下跌，出现了一个顶背驰的情况。那说明有些股票已经没有参与到大势的涨幅当中，也可以理解这个市场已经在偷偷的撤走资金，结果在之后港股1年内跌了超过30%，而且要经历2年才能回到当时2019年的高位。那说完前2个指标，第3个指标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Net High Net Low， 一个综合指数当中创下52周新高和52周新低的股票净数量。举个例子，一个综合指数当中有60个创52周新高的股票和20个创52周新低的股票，那这个 Net High Net Low 的净值就会显示40个创52周新高的读数。那这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这个指标到底是怎么样实际操作的。我们打开 TradingView， 设置 Net High Net Low， 在绿色的区间呢，也就代表这些股票 Net High 的数字是大于 Net Low 的数字，代表在那个时候有更多的公司是升破了52周新高。而如果这个绿色的区间是维持了一段很长时间的话，也就代表着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牛市。那如果创新低的股票是大于创新高的股票，它会呈现一个红色的区间。如果这个指标开始转红，并且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话，那也代表这个市场是十分的不健康和不稳定。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美股在过去10年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稳定的牛市。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持续一段非常长期的绿色区间，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红色的区间，但只是一个小小的调整。而如果这个红色的区间出现的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就会迎来一个很大的调整。而我们要留意的是这个净数量的变动，如果这个绿色的区间开始数量变少的时候，或者是开始转变成红色，但是整体的市场还是依然在涨的话，那就会形成了一个顶背驰的状况。我们拿 S&P 500在2021年的高位作为一个例子，在2021年的9月份到12月份，整体的市场依然是在破新高，但是 Net High Net Low 在12月中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红色的区间，并且是维持了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它是跟市场形成了一个顶背驰。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信号，所以在接着之后2022年 S&P 500果然转势了，这个红色的区间也在逐渐的变多。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看到这个指标，就能避免在那之后1年很长的一个跌幅。那第4个指标就是衡量市场情绪的波动指数 VIX 和港股的 VHSI， 其他不同市场各位可以自行去搜查，这个指数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市场的情绪。一般来说，这个波动指数不会有任何的信号出现，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它突然间飙升的话，也就代表那个时候市场的情绪是十分恐慌的。我们可以回看在2008年和2020年这2个时候，市场正在经历一个熊市，而 VIX 和 VHSI 也在那个时候突然间飙升了很多。我们可以理解，在那个时候的投资者呢，都是非常的恐慌。而在我们上一期的影片有说到的 maximum pessimism，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观察得到 VIX 和 VHSI 出现了这种非常恐慌的情况的时候，那将会是一个买入股票的好时机。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以上的4样工具，分别是移动平均线、市场宽度、Net High Net Low 以及波动指数。那我们来结合这4样工具去判断现在的市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美股，现在美股整体的情况也是非常强势，它的股价依然是高于50天线和200天线以上。现在的市宽和 Net High Net Low 也没有出现一个背驰的情况， VIX 也没有出现过度乐观或者是过度恐慌的情况，所以整体来看美股还是十分强劲的。 Nice。那港股现在呢，依然是处在一个非常弱势的情况，港股是跌破了50天线和200天线，并且在那之前还出现了死亡交叉。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移动平均线有停止下跌，或者是出现趋势持平，而 VHSI 也还没有到一个绝对悲观点，所以现在港股还是一个比较差的情况，中期和长期都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情况。那我们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投资港股呢？那稳健一点的方法就是我们等到指数升破了50天线和200天线，并且出现了黄金交叉的信号，那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双重保障才去进场。哦。
Oh, I see. 今天我用了 T 的4个工具去帮助大家怎么样去判断大势的趋势。那大家记得投资股票的时候，结合前面我们说到的 F 和 P 一起去应用。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请记得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期再见。